霍雨浩没多说，一脚踢开石板，露出一个通往地窖的洞口。他让南秋秋下去救他妈，自己则在外面守着。南秋秋来到地窖里，看到母亲南水水，却发现她虽然被囚禁，但环境还不错，甚至有点像豪华卧室。南水水虽然没穿衣服，但看起来还算健康。南秋秋急切地想解开母亲脚上的锁链，却发现这锁链异常坚韧，怎么也弄不断。她急得直哭。南水水安慰她说，囚禁她的人其实是她年轻时的旧识，虽然毁了她的衣服，但并没有伤害她。这时霍雨浩也跳了下来，他看了一眼锁链，从额头上抹出一道碧光，轻轻一挥，锁链瞬间断裂。南水水惊呆了，这锁链他自己都打不开，霍雨浩却轻松解决了。霍雨浩将解药递给南水水，南秋秋迅速帮母亲服下。南水水意识到形势紧迫，催促他们快走。南秋秋背着母亲离开地窖，霍雨浩紧随其后。他用生灵守望之刃切断了锁链，这把武器能够吞噬固态物体的生命力，轻松解决了南水水脚上的束缚。霍雨浩知道现在不是出城的好时机，城内已被日月帝国军队和魂导师团掌控，他们需要隐藏起来，等待机会。南水水的魂力正在逐渐恢复，这对他们来说是个好消息。霍雨浩决定先回酒店，那里有风铃，虽然靠近南城，但尚未暴露。在前往酒店的路上，霍雨浩利用模拟魂技巧妙避开巡逻士兵。他提醒南秋秋，如果酒店已被搜查，风铃可能会暴露。南秋秋担心风铃的安危，霍雨浩则表示会尽力救他。当他们接近酒店时，霍雨浩的命运之眼突然颤抖，似乎预示着危险。他迅速展开精神探测，但未发现异常。然而当他进入风铃的房间时，命运之眼的颤抖加剧。霍雨浩意识到情况不妙，立刻带着南秋秋和南水水离开。就在他们冲出房间的瞬间，一声巨响传来，强大的冲击波将他们向前推去。霍雨浩意识到他们中了埋伏，他迅速启动飞行魂导器，释放精神干扰领域和模拟魂技，试图带着南秋秋和南水水逃离。然而他们的去路被圣灵教的三长老拦住了。三长老身后是邪军魂导师团的魂导师们以及强大的魂导器阵地。霍雨浩意识到他们已经陷入了天罗地网。三长老对霍雨浩的能力表示赞赏，但不会放过他。南水水为了保护霍雨浩和女儿，提出自己回去，但三长老拒绝了。他提到乌羽，暗示他对霍雨浩有话要说。乌羽出现，质问霍雨浩是否杀了他的姐姐乌云。霍雨浩承认了，但解释说乌云的死是一种解脱。他试图让乌羽理解，复仇之魂虽然强大，但也让他们生活在仇恨之中。乌云的死是一种进化和升华。霍雨浩利用模拟魂技，将乌云临终前的画面呈现给乌羽。画面中，霍雨浩的浩东掌可展现出强大的力量，而乌云在临终时面露微笑，眼中血色消散，平静的离世。这一幕让乌羽呆滞，也让在场的三长老为之动容。乌云的声音在寂静的夜晚中回荡，他回忆起自己15岁时的痛苦经历，被肥婆折磨，被无数人凌辱，心灵和灵魂被污染，仇恨支撑着他活下来，觉醒了复仇之魂。他恨那些伤害他的人，但内心却充满了痛苦。然而霍雨浩的出现改变了他的一切，他让他感受到了思念、爱情和解脱。乌云感谢霍雨浩净化了他的心灵，让他感受到了人世间还有洁净的东西。他的声音中充满了感激和解脱后的喜悦。乌云的声音回荡着，让在场的邪魂师们动容。乌羽被深深震撼，身体颤抖，喃喃自语。三长老突然出手，试图捕捉霍雨浩一行人，但霍雨浩利用模拟魂技成功脱身，只是被三长老的电龙攻击所压制。面对9级魂导师的力量，霍雨浩意识到逃脱的难度极大。乌羽愤怒地要求活捉霍雨浩，声称要将他做成人偶报复。霍雨浩意识到自己不能落入敌手，否则将生不如死。他决定拼死一搏。就在霍雨浩陷入绝境之时，地面的魂导器阵地突然传来剧烈的轰鸣声，一道金色光芒如游龙般出现在阵地中，以惊人的速度摧毁了魂导器，引发了阵阵惨叫。三长老愤怒地命令高空探测魂导器锁定目标，并示意四长老出手。四长老展现出封号斗罗的实力，释放出浓郁的黑雾，试图压制那金色光芒。然而当黑雾降临地面时，一声脆响后，金色光芒停止了前进，而四长老的黑雾也停顿了一下。随后一个绝美的身影从金色光芒中显现出来，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她有着粉蓝色的长发和绝色容颜，周围环绕着虚幻的金龙，手持黄金龙枪，正是黄金龙女王王秋。她的出现让霍雨浩既惊讶又感动，他意识到王秋是为了救他而来，心中充满了愧疚。霍雨浩闭上眼睛，收敛了涌动之欲，但命运之眼却完全开启，散发出强大的金光。与此同时，王秋的额头上也出现了一道金线，裂开后形成了与霍雨浩一模一样的命运之眼。两人的命运之眼同时开启，仿佛时间与空间都被锁定。下一刻，霍雨浩和王秋的命运之眼同时冲天而起，形成了一只巨大的金色树眼，照亮了整个天空。金色光芒洒落，
笼罩了在场的每一个人。霍雨浩和王圈背后都出现了金色树眼的虚影，而其他人则感到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和压抑感。这是真正完整版的命运之凝视，除了霍雨浩和王圈之外，其他人的头顶都多了一只树眼。南水水和南秋秋的树眼是淡金色的，而其他人则是冰冷的白色。乌羽第一个反应过来，他发出厉笑，命令所有人动手，试图打破命运之凝视的压制。乌羽的武魂是精神系的，所以在精神震撼中受到的影响最小，但他对危险的感觉最为敏锐。那种被命运掌控的恐惧感让他复仇之魂充满了恐慌。他深知只有杀了霍雨浩和王秋，才能打破这种被控制的局面，让一切恢复原状。于是他用充满精神波动的尖叫唤醒了那些呆滞的魂导师们。瞬间，无数道蓝光在空中交织，朝着霍雨浩、王秋、南水水和南秋秋覆盖而去。然而诡异的一幕发生了，那些威力强大的魂导射线和炮弹明明封死了所有可以闪避的角度，却始终无法命中目标，仿佛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保护着他们。三长老见状大怒，命令所有人封锁周围，不得让霍雨浩他们逃脱。他手中的雷网突然收紧，反而替霍雨浩、南水水和南秋秋挡住了许多攻击。三长老并不在乎霍雨浩的生死，但南水水母女对他来说却非常重要。就在三长老怒喝的瞬间，霍雨浩和王秋儿仿佛心有灵犀，同时发动了攻击。霍雨浩身体下沉，似乎要撞向下方的雷网，王秋儿则娇躯一凝，朝着霍雨浩的方向冲去。四长老自然不会让王秋儿轻易得手，他冷哼一声，释放出一道森然寒光，直奔王秋儿而去。四长老的邪武魂是幽冥剑，能在使用时开启半形空间，但每次开启都需要燃烧一个人的灵魂作为代价。他的第一魂技幽冥斩锋锐而迅疾，威力巨大。三长老看着霍雨浩的动作，嘴角不出不屑。他自信满满的认为，霍雨浩撞向雷网无疑是自寻死路。雷网名为雷神束缚，是一件8级魂导器，虽然以控制为主，但威力也绝对不容小觑。霍雨浩和王秋儿面对2位封号斗罗的截击，却都没有去看对手，而是目光相对。王秋儿看到霍雨浩眼神中的歉然与疑惑，而霍雨浩则从王秋儿眼中看到了坚决。两人越来越近，但2位封号斗罗的拦截也瞬间出现在他们面前。他们之间的距离不到50米，可这短短的距离却像是无法跨越的鸿沟。然而就在这一刻，霍雨浩和王秋儿同时做出了改变，他们左腿亮起奇异的光芒，下一瞬间他们的身体凭空消失，成功躲过了2位封号斗罗的拦截。再次出现时，他们已经近在咫尺。三眸相对，除了人类的双眸之外，还有命运之眼的相互凝视。霍雨浩轻声问道：“你这又是何苦呢？”王秋儿冷冷地看着他，但眼底深处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我愿意。霍雨浩笑了，他抬起右手拉住王秋儿的左手，轻轻一带，将他拉到自己身边，避开了四长老接踵而至的攻击。霍雨浩和王秋儿双手相握的瞬间，他们的魂力瞬间沟通，命运之眼光芒大放，强大的金光从他们身上绽开。两人完成了武魂融合，霍雨浩将其命名为浩秋之力。这一刻，他们的心灵和力量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。霍雨浩心中充满了对王秋儿的感激和愧疚，而王秋儿则在霍雨浩的清凉气息中感受到了一丝温暖。两人之间的默契仿佛与生俱来，丝毫不逊色于霍雨浩与王冬儿之间的配合。在武魂融合的瞬间，霍雨浩的小雪女也加入了战斗，洁白的光芒从她背后释放出来。与此同时，霍雨浩和王秋儿背后的树瞳光影迅速融合，形成了一只奇异的橙金色树瞳。三长老试图用雷神束缚控制局面，但霍雨浩和王秋儿的力量让他不得不暂停攻击，先处理南水水和南秋秋。乌羽则等不及了，他的复仇之魂释放出来，直奔霍雨浩和王秋儿而去。霍雨浩的地剑斩出，直接击中了四长老的幽冥剑，将其化为冰雕。尽管四长老很快恢复，但他还是受到了重创。霍雨浩随后用灵魂冲击击退了乌羽，而王秋儿则挥出黄金龙枪直指四长老。四长老用幽冥剑的空间之力抵挡住了黄金龙枪的攻击，但王秋儿的力量让他也不得不认真对待。四长老发动了幽冥万刃，无数绿色剑芒覆盖了整个天空，仿佛要将整个空间都摧毁。面对如此强大的攻击，霍雨浩和王秋儿没有退缩。王秋儿挺身而出，站在霍雨浩身前，他的7个魂环依次升起，显示出他已经从6环晋升到了7环。他发动了黄金龙体、龙的力量和黄金龙拳，巨大的金色龙头出现在他身前。王秋儿双掌猛然推出，伴随着一声嘹亮的龙吟，一团金光在幽绿光芒中骤然爆开，强大的龙力如同高爆弹一般绽放。剧烈的轰鸣声不断响起，幽冥剑光被弹开破碎。尽管霍雨浩和王秋儿的身体也在后退，但他们的气势却丝毫不弱。与此同时，南水水和南秋秋被三长老抓到了身边，用锁链限制了他们的魂力。南水水并没有反抗，而是专注地看着场中的战斗，不时露出赞叹之色。他深知霍雨浩和王秋儿的实力，因为他们曾在全大陆青年高级魂师精英大赛中展现出惊人的天赋，年纪轻轻就达到了令人瞩目的境界。霍雨浩和王秋儿面对封号斗罗的压力，魂力消耗极快，
霍雨浩通过精神力与王秋沟通，提出了一个计划。他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，让王秋趁机逃离，回学院求援。王秋虽然沉默，但最终同意了。为了更好的执行计划，霍雨浩和王秋迅速调整位置。霍雨浩在前，王秋从后面抱住他，将全身的力量注入他的体内。王秋的动作温柔而坚定，他的身体紧紧贴合着霍雨浩，仿佛在这一刻，他将所有的信任和力量都交给了他。这种无声的支持让霍雨浩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安心和力量。面对强大的敌人，霍雨浩和王秋的计划虽然危险，但他们知道，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为他们自己，也为同伴们争取到一线生机。霍雨浩在生死关头，心中充满了对王秋的愧疚和对王多儿的思念。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再陪伴王秋儿走下去，于是决定用最后的力量彻底断绝他对自己的念想。他向冰帝、天梦冰蚕和雪女道歉，决定将他们的力量传递给王秋儿，让他继续朝着更高的目标前进。霍雨浩的精神意念在这一刻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，他的精神之海掀起了巨大的波涛。他决定燃烧自己的精神之海，这是一种极端且危险的行为，但霍雨浩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。他希望用这种方式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，为王秋儿创造逃离的机会。霍雨浩身后的光影逐渐显现，他盘膝而坐，双手合十，金色的火焰在他周围燃烧。这一刻，他仿佛成为了世界的中心，周围的邪军魂导师团成员都被他的气势所震撼，甚至放下了手中的武器，呆滞地看着他。三长老、四长老和乌羽都对霍雨浩的行为感到震惊。燃烧精神之海是极其罕见且危险的行为，一旦开始，几乎无法停止，最终可能导致灵魂枯竭而死。霍雨浩的这一举动不仅让在场的敌人感到恐惧，也让王秋儿感到无比的担忧。乌羽和其他邪魂师们意识到，霍雨浩之所以这么做，是为了保护王秋儿，甚至是为了避免自己成为第二个风铃那样的悲剧。霍雨浩的左脚向前踏出一步，他的目光变得柔和，背后出现了王多儿的金色光影。这道光影与霍雨浩合体，象征着他对王多儿的思念和爱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光影从王秋儿身边经过，让他感到一丝凄然。霍雨浩的内心始终属于王多儿，让王秋儿在生死关头感到了一丝失落。霍雨浩的司东拳凝聚出一种难以名状的光芒，他似乎没有目标的一拳轰击在空中，然而这一拳却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思念情绪。四长老首当其冲，他的武魂真身幽冥剑受到了冲击，第二个幽冥灵魂破碎，紫色剑影被压回本体。邪军魂导师团的成员们也受到了强烈的影响，他们的情绪失控，泪流满面，手中的魂导器纷纷掉落。这种情绪的感染力极强，尤其是对那些心中有思念之情的人来说，影响更为深刻。三长老原本准备攻击霍雨浩，但他的动作停滞了，目光转向了南水水，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。他的思念之情让他忘记了战斗的目的。乌羽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，他的情绪波动如同火山爆发一般。他和乌云是双生姐妹，有着类似的境遇，因此他的情绪更容易受到霍雨浩释放的思念情绪的影响。四长老虽然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，但他正面承受了霍雨浩的司东拳。这一拳的威力不仅在于物理攻击，更在于情绪上的影响和控制。霍雨浩的精神力与魂力完美结合，将思念情绪融入其中，对四长老的武魂真身造成了巨大的冲击。霍雨浩的司东拳和念东剑的威力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了震惊。他的紫色剑意被压回后，幽冥剑道飞而出，而霍雨浩的动作并未停顿，他继续施展浩东三绝，头顶的光影上燃烧的光彩更加璀璨，那是他精神之海中的本源之力在燃烧。这种力量让他能够释放出强大的情绪，甚至影响到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。霍雨浩的念东剑念念不忘，直接将目标锁定在乌羽身上。乌羽作为精神属性的魂师，受到的影响最为强烈。他的复仇之魂在霍雨浩的思念情绪面前感受到了巨大的危机，试图保护他的本体，但已经太迟了。霍雨浩的精神之海燃烧，让他暂时提升到了超越乌羽的层次，浩东三绝的威力也完全展现了出来。霍雨浩没有使用雪帝、冰帝和天梦冰蚕赋予他的能力，因为他不想在死后让他们与王秋儿分离，因此他只能依靠自己自创的浩东三绝。他的剑芒从乌羽身上一闪而过，他的身体在空中僵硬，然后崩解破碎，化为尘埃灰烬，与他的姐姐在另一个世界重逢。与此同时，远处的马小桃感受到了日升城方向的强大精神波动，意识到那里可能发生了封号斗罗级别的战斗。他心中焦急，立刻腾身而起，朝着日升城方向疾飞而去。他意识到自己心绪不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追不上霍雨浩他们，而是因为霍雨浩可能还在日升城中。此时乌羽已经悄无声息地死去，他的死唤醒了陷入思念与情感波动中的三长老，而四长老也正从远处飞回，他的幽冥剑上第8、第9魂环闪烁着光芒。霍雨浩施展了最后一击浩东掌，生生世世。这一击凝聚了他对王多儿的思念与爱意，形成了一颗金色的星形光芒。天空中风云突变，雷鸣轰响，光芒四溢，仿佛正午阳光普照。霍雨浩的真心与天空中的星形光芒心心相印，
形成了一道绝美的景象。在这一刻，霍雨浩完全沉浸在对王多儿的思念中，他仿佛看到了与他在学院里朝夕相处的日子，以及他为了自己义无反顾自尽的一幕。他的心中充满了对他的爱与祝福。浩东掌的威力让3长老和4长老都感到震惊，他们只能匆忙后退，以免受到重创。霍雨浩掌中的星形光芒突然放大，将他和王秋儿笼罩其中，2颗星在空中重合，发出比阳光还要璀璨的光芒。随后，星形光芒突然收敛，直径从数百米缩小到5米左右，然后带着一道炫目的尾焰朝着远方飞射而去。霍雨浩、王秋儿以及被雷神束缚困住的南水水和南秋秋母女都一同消失了。雷神束缚在浩东掌面前显得毫无作用。3长老和4长老呆住了，他们对刚才发生的一切感到难以置信。霍雨浩和王秋儿的实力，以及他们所展现出的战绩，已经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。霍雨浩面对上百名魂导师团精英魂导师，1名9级魂导师，1名封号斗罗级别的邪魂师，以及1名魂斗罗级别的精神属性邪魂师，他们不仅成功击杀了魂斗罗乌羽，还让其他魂导师陨落，甚至让2位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眼睁睁看着他们离去，却不敢阻拦。4长老对霍雨浩的能力感到震惊，认为如果霍雨浩的3招全都是针对他一个人，他可能也会陨落。3长老则认为霍雨浩燃烧了自己的精神之海，最终难逃一死，于是决定离开，去查看圣女等人的状况。霍雨浩在飞射的过程中，心中充满了对王多儿的思念。他与王秋儿、南秋秋和南水水一同被星形光芒保护着，感受不到外界的阻力。霍雨浩头顶的光影逐渐变得虚幻，预示着他即将形神俱灭。王秋儿紧紧抱着霍雨浩，质问他是否只是为了告诉他，他心中只有王多儿。霍雨浩摇头，承认自己心中不仅有王多儿，也有王秋儿。他承认自己一直不敢面对对王秋儿的感情，这可能是导致王东儿沉睡和他们痛苦的根源。他向王秋儿道歉，承认自己伤害了他和王东儿。霍雨浩表达了对王多儿的思念，并希望王秋儿能代替他去看望他。他希望王多儿醒来后能忘记他，而王秋儿则能成为他的依靠。霍雨浩感到幸福，因为他终于承认了自己对王秋儿的感情。王秋儿虽然哭泣，但她的泪水中有幸福。他承认自己曾经恨霍雨浩的绝情，但当他承认心中有他时，他的爱终于得到了回报。他表示自己强行闯入了霍雨浩和王多儿的生活，也许没有他，一切都不会发生。然而，他也意识到霍雨浩对他的爱是真诚的，这让他的付出有了意义。